请不要离开我，对不起。相逢，你还记得当初我是怎么爱上你的吗？那时候的你用功努力，你惜我爱我，你现在还是那个你吗？啊？你如果还是那个你的话，我根本不会放弃你，但你还是吗？我一直都是，我从来都没有变过，变的人是你。对啊，我是变了呀。其实我们都在适应这个社会，你不能因为就你没变，然后就怪我变得太多了吧？啊！而且我就算变了，我也从来没有对不起你，我也没有背叛过你。但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Andrew， 到我办公室来。脸怎么回事？啊，没事啊，就是撞了一下。谁干的 ？Amber， 如果你在家里不开心，工作的时候也不会开心，反之亦然。你要学会保护自己。如果你需要帮助，一定要让我知道。我不需要啊，我真的没事儿。如果你遇到了家暴，我建议你报警。哪有家暴啊，安柱，你想多了，真的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暴力是一种病，就像癌症，不是说你不希望它有，它就不会来。Andrew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自己真的可以处理好这些事情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先出去了。何彩虹 ，Amber， 不，很轻。今天上班，她脸上跟手上都有明显的伤痕。我认为她有70%的可能遇到了家暴。正好，我马上就到了。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呀？走，吃饭去。吃什么饭呀？你这脸，夏风干的。你到底要被他欺负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呀？不行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哎呀，这是我自己的家事儿，能不能让我自己解决了？彩虹，对不起，我就是不想把事情闹大。你都这样了还不算大？你干嘛要出人命了才算大吗？行，我可以不去找他，但是为了你的人身安全，你从那儿搬出来，不能跟着暴徒住一块儿。哎，我最近真的是每天工作压力就很大了，回家又看见他那个态度，我确实是挺寒心的。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。你能不能不要一出事儿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呀？你半点错都没有，要硬要说错，就是错在你一直忍让，滋长他这种猖狂。夫妻之间那都是要互敬互爱的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脸，敬在哪儿，爱在哪儿呢？行了，你今晚别回家了，你把多多带着上我们家去，让我妈好好说说你。一出事儿就老去你家，那也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呀。哎呀，走，
吃饭去，吃饭去。哎呀，哎呦，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唠叨的。你回去还是要和夏风好好谈谈。哎呦，知道了。米兰时装周这次会有很多明星会来，所以呢，主刊会进行重点报道，公众号这边也希望你配合。主刊会以图片为主，外加一些时尚分析。公众号这边我觉得 Andrew 让我做这个公众号的时候明确表过态的，公众号的内容和设计由我全权负责，不需要你告诉我该怎么做。是由你负责执行，但是审批这块之前是交给 Andrew 和 Nicole 的。现在 Andrew 太忙了，Neil 又刚来，所以就交给 Maggie 了。Maggie 跟我说让我先过一道审，有什么问题再让他看。什么意思啊？刚当上官，屁股都没有坐牢就想骑到我头上吗？不怕摔着啊？这期公众号的策划案我已经交过了。是这份吗？我是直接交给 Andrew 的。从现在起，公众号的审查由我先负责。需要跟 Andrew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吗？这期公众号要配合主刊进行米兰时装周的宣传，主刊呢会侧重于中国的参展服装团队，还有明星专访。公众号这边可以侧重于明年的时尚流行趋势，还有艺文趣事、明星八卦。当然，你策划的内容还可以有，只不过就多加上我说的这几项内容而已。我们之间并不矛盾。那你的那部分另外找编辑写吧，写好交给我就行。我会把图片和稿件都发给你，稿件请你自己组织。丽丽 ，Yes or no？ Yes。夏风，怎么不进去啊？我就是来接一下韩青。真够体贴的，知道吗？托领导赏识的福，你们家韩青马上要去欧洲了，负责米兰时装周的专访。真行啊他，算是替我圆梦了吗？看着吧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要变成我的顶头上司了。什么上不上司的？你们是好姐妹啊。我可不敢当，他不吃掉我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韩青她不懂政治，性子又软，有她当你的上司，这绝对是你的福气。福气我可不指望，倒是你的傻气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你们家韩青跟你真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。你我在托尔斯工作这么多年，有见过谁升职像他这么快的吗？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意大利的签证啊，办下来了。我下个礼拜要跟 Andrew、Neil 还有 Maggie 一起去米兰时装周待4天。这种时装周都是世界顶级品牌跟头号设计师们聚会的地方，就算是 Andrew 也不一定要得到票。你们去这么多人，有座位吗？就 Andrew 和 Maggie 有座位，我们呀也就去看看大秀。时装发布会有几百场呢。听说今年中国有几个女装品牌去了呢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几个明星。我们呀主要是去感受一下明年的春夏流行趋势，顺便呢再拍拍照、采采风。这丽丽对时装这么有研究，在娱乐部的年资也比你长，每年这种事她都是最关心的，怎么不叫她去，反而叫你去了？哎，你站哪边啊？我是娱乐总监，好吗？那比他们新媒体部门大多了，我去是名正言顺的事儿。哈，夫人高升了啊，官腔都开始冒出来了。我还涨工资了呢，开心吧？哼，开心。
天顺豪庭的投资，你姑妈取消了。什么？那天我找你爸的时候，听他语气并不反对，说他只要多看资料，然后跟其他董事讨论一下。他去世之后，你姑妈成了一把手。按理说，他一向都偏爱你，但是我昨天去找他，他居然不肯见我，是你表哥来接待的，说了一大堆难处，说什么你爸去世给风铃上层造成了很大的动荡，有一些权利就需要交接，然后资金不能乱动，要等平稳过渡之后再说。我表哥这么说的，要不要这么监万？我爸的葬礼刚过。丽丽，你爸刚去世，我知道有些话这个时候说是不太恰当，如果你不想听的话，就当我没说。什么话？你爸是风铃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，他手上有38%的股份，他就是第一大股东。他去世之后，你就是遗产唯一的继承人呐。难道你在风铃没有一点份额吗？啊？他那么多股权，难道不是由你来接管吗？为什么风铃没有任何人来跟你谈这个事情？你爸一手缔造了风铃，在投资上大家都看得出他心思缜密，从不轻易出牌，怎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安排呢？这件事情我也有想过，可我爸的葬礼刚过，我姑妈这么伤心，我这个时候去提不合适，显得我像是去抢钱那样。这个不是抢钱，这个本来就是你的钱。这个时候，你要以郭清明女儿的身份去提出加入董事局，继承你爸在风铃所有的权益还有股份。在任何家庭，这个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。何况你母亲去世了，你又没有什么兄弟姐妹，不存在有任何人跟你争抢这些事情。你应该就是风铃的董事长，怎么会变成你姑妈呢？我姑妈在风铃的股权份额也很大，这个公司当初是她跟我爸一起创办的，从头到脚我都没有介入过。不过你说的也对，我应该找我姑妈谈一下。丽丽，你跟你姑妈说话要记得口气要硬一点，你不是求她，你父亲的财产是你应得的。放心吧，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。我姑妈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她跟我可亲了。那是你爸还在的时候，他现在怎么对待你，就知道他是不是你真正的亲人。拿出你的底细。哎呀，看我的，走了。我跟他同一年分到广告部，每次我拉的订单都比他高。也许他是嫉妒吧。这个小子之前透露过好几次想要追求我的意思，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估计怀恨已久，这件事情你要好好跟韩青解释解释。他根本就不信。我记得我离开托尔斯那天，你还来找过我，你问我需不需要你帮忙找工作。如果真的是你干的，犯得着说这些话吗？更何况后来你还借了我这么多钱。丽丽，你一直是帮我的，我心里明白。可是韩青，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他了。自从他去托尔斯上班，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哎，我在托尔斯干了几年，都没像他在那边干了1天变化大，好不好？有些女人啊，在受到诱惑之前就是一张白纸，可一旦诱惑出现了，就什么颜色都出来了。你的老婆呀，最近跟我们的 Andrew 走得很近呢。
怎么？很受伤吧？知道吗？自从 Maggie 知道 Andrew 喜欢韩青之后，就处处夸他能干，还推荐他做娱乐部的总监呢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像 Angel 这样的富家公子，什么样的漂亮女人没有见过？别的不说，就说娱乐部，单身女人一大把，个个都比韩青年轻时髦，怎么就看上韩青了呢？何止是看上，还一见钟情呢。你知不知道，韩青的英文名就是 Andrew 给起的，叫 Amber。Andrew 去世的未婚妻也叫 Amber， 如果不是喜欢，一定不舍得把这个名字让给他叫吧。夏风啊，你这个老婆真的不简单。刚进娱乐部就处处与我作对，什么都要跟我抢。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放过他，不然以我的脾气，他根本不可能有好日子过。我了解韩青，他也不是那种会争斗的人，他对你构不成威胁的。你真的是太小看他了，绿帽子戴在头上，还替他说话。丽丽，江澄澄的稿子，你明知道是韩青在跟你竞争，你还找我帮你写，这有点过分了吧？过分，是他更过分，好吧？一个新人屁股都没有坐稳，就处处想要表现，逮着机会就抹黑我。夏风，我警告你，如果韩青再挡我的道，或想踩着我上位，那就是与我作对。到时候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别，大家都是好同学，当年都是一个寝室的，这至于吗？丽丽，你就放过他，就当是为了我，啊？代价是做他砧板上的肉吗？我凭什么要站在你这边？夏风，如果他再继续跟我作对，那就别怪我连你也不认得。丽丽，丽丽。